大家好，这里是油菜花田剑圣，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农民工的故事。2023年7月4日，微信公众号正面链接发表了一篇名为《如此打工30年》的文章。这篇文章引用裘凤仙老师的社会研究，讲述了第一代农民工令人心酸的现状，引发了人们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关注。但很快，该文章就被以设计公开地图使用不规范删除，而且再也没有重新发布。裘凤仙是安徽师范大学的老师，他的妹妹和妹夫就是农民工，因此他对农民工群体十分关注，并开启了调查。他将第一代农民工定义为生于70年代前，在80、90年代进城打工的农民，这是一个8600万余人的群体，他们不少人务工超过30年，并且陆续迈入退休年龄。裘凤仙老师调研一共访谈了200余位第一代农民工，并发放了2500份问卷。据统计，1995年农村人口的收入每月200元左右，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约有500块的收入。在巨大的经济对比之下，农民工开始大量向外流动，进入城市寻求生计。改革开放80年代，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。1989年创造了第一次民工潮，同年各地开始清退农民工。1990年，北京要求清退25万人，所有单位企业都要每月填表报进度。那时民工潮冲击了城市的管理，同时城市正面临下岗潮，城里人也要再就业，农民工成了城市的麻烦。3-4年后，市场经济逐渐确立，城市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，他们又被允许进城了。然而2-3年后，他们再一次遭到了清退，因为城市又面临大规模下岗。除了反复被清退，第一代农民工能参与的工作十分有限。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，城市对农民工可以参与的工种进行了限制。在上海，全市3类工作中只有1类允许考虑使用外地劳动力，前提是招不满本地人。在北京，全市8个行业103个工种都不许雇佣外地劳动力。在青岛，市属企业每招一个外地人还要交50元。他们甚至无法像后来的农民工那样进入工厂做流水线，因为工厂也仅限本地户籍。他们所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愿干的，比如建筑业、人力装卸，这些活儿很多是黑工，他们中20%遭遇过欠薪等权益侵害，涨薪更无从谈起。在改革带来红利的12年，1993到2005，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资只涨了68元，而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提高了1260元。考虑到通货膨胀，相当于他们在黄金年龄段一直被降薪。退休养老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故事，他们中大多数人由于生计只能干到干不动为止。为什么不退休呢？因为他们并不具备退休享福的条件。城市里的老人有养老金保底，平均每月3000元，在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里，这个数字不到300元。即使如此微薄，也只有65%的人可以领到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年轻时顾不上考虑晚年，只能把工资用在当下。2009年养老金政策出台，35%的人不相信或者不了解这项政策如何与自己的未来有关，于是没有参保。他们60岁后只能领基础养老金，每月仅100多元。参保的人也很少能搞明白养老金是多缴多得的。一位45岁工人已缴了11年养老金，但其实一直按最低档缴费，60岁后每月只能领195元。他在得知这个数字后问：这有什么用？第二句：我交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一个月就拿这么一点钱？61.4%的第一代农民工表示，最担心的问题是身体健康，但他们中仅有35%的人参加过体检，63.4%的人在务工城市没有看过病，58%的人都能忍则忍，只有11.8%的人选择去当地大医院看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害怕看病的花费，更害怕请假看病就被人顶掉这一份没有劳动合同的工作。就算如此勤劳和节省，他们也没有存下钱，因为子女的婚姻与教育花掉了他们绝大部分存款。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，想让他们不再重复打工的命运。
但结果他们的孩子就是第一代留守儿童。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，大部分初高中就辍学了，读到大专及以上的不到 20%，63.5% 的孩子成为了下一代农民工。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仅 5.1%， 自己创业的仅 2.9%。 最后邱凤仙用社会脆弱性来描述他们的处境，即这是一个时代性问题，深受社会排斥性政策的影响，远非个人能决定的。从第一代农民工的经历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他们的人生是身不由己的。他们跟着政策的指挥棒，为了生计如飞蛾扑火一般前往城市，为城市的建设付出了整个青春与健康。他们和城市人一样，在城市工作一生，最后却一无所有。他们的命运是悲惨，被整个社会抛弃。他们不属于自己工作的城市，而他们的故乡也没有他们的位置。他们一直被支配，招之即来，呼之即去。农民工一直不怎么受关注，因为大家印象里的农民工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有着黝黑的皮肤、沧桑的面容、粗粝的双手。他们放弃务农进城打工，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，他们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。他们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，在整个移动互联网上毫无话语权，而这些更加加深了人们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。但是农民工并不是由外貌和职业决定的，而是根据户籍状态决定的，即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。在2020年的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中明确地写道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，从事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。2020年新生代就业人数前5位的行业依次为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、制造业、建筑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业，共吸纳 67.2% 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。由此可见，在网络上挥斥方遒的网民，其实大多数也是属于农民工的，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，从而忽视了整个农民工群体的集体诉求。农民工是一个中性词，它描述了前往大城市务工的人们，无论他什么职业、什么收入，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，只要户籍与所在城市分离，就会产生公共服务与权利的差别，而这些差别使他们很难融入城市。关注第一代农民工，并不仅仅是为了关注他们悲惨的过去，更是为了关注现在与未来。当今城市里到底有多少人是新生代农民工，又有多少人是小县城出来的打工人？这些人又有多少能够在打工的城市安家？会不会也迎来打工30年，世间却无立锥之地的命运？我想，所有离开家乡前往大城市打工的人，都应该好好关注这个问题。我想，政府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是油菜花田剑圣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一个赞，谢谢。如此生活30年，直到大厦崩塌，1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。如此生活30年，直到大厦崩塌，云层深处的黑暗淹没心底的金光。